界定會到底在幹什麼？神經科學給出了答案。一提到界定會這3個字，大多數人腦子裡浮現的畫面是這樣：界就是不能做這個，不能做那個，像一份長長的禁忌清單；定就是盤着腿在蒲團上打坐，閉着眼睛忍耐腿麻；會就是讀經書讀出來的那種看起來很深奧的智慧。聽起來像3件互不相干的事，你喜歡哪個就挑哪個練。但今天我要告訴你一件事，聽完之後你對佛學修行的整個理解都會換一個版本。界定會不是3件並列的事，它是一條嚴格的因果鏈。沒有界，定是裝的；沒有定，會是假的。你不能跳級，你也繞不過去。這3個字連起來，不是3條修行路徑，而是一套精密到可怕的關於人類大腦如何被重新編程的完整操作手冊。更讓我震撼的是，當我把界定會這套2500年前的系統放到今天的認知神經科学框架裡重新翻譯一遍之後，我發現它跟今天我們訓練一個大語言模型的流程在結構上幾乎是一一對應的。2500年前，佛陀已經畫好了一張大腦重裝系統的架構圖。我們今天做的很多正念訓練、認知行為療法、AI 對齊研究，其實都還在這張圖裡面。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立杰。要把界定會講清楚，我得先幫你拆掉一個最常見的誤解。很多人以為界就是道德，定就是冥想，會就是知識，這3者是並列關係，就像3門選修課。你今天心情好，去念幾句界；明天有空去做一會兒定；後天翻2頁經書算會。修得多一門就多一分功德，少一門也沒什麼大不了。這個理解是錯的，而且錯得很離譜。界定會的正確結構是一條嚴格的、不可跳級的、從粗到細的3級下層。界是最外層，它處理的是你的身、口、行為，也就是你能被攝像頭拍到的那些動作。定是中間層，它處理的是你的注意力和意識狀態，也就是你腦袋裡那個一刻不停的敘事機器。會是最內層，它處理的是原認知，也就是你能不能看見自己正在看見。3層從外到內，一層壓一層。界是定的前提，定是會的前提。這跟蓋房子一個道理，地基沒打好，你蓋第2層一定塌；第2層沒蓋穩，你直接上3層，連第2層都會跟着崩。很多修行多年的人卡在某個地方上不去，原因多半不是他不夠努力，而是他跳級了。他以為自己在修定，其實界還沒到位；他以為自己在修會，其實定根本沒站穩。好，誤解拆完了，現在我們正式進入第1層，界。界在今天的語言裡，最精確的翻譯是什麼？不是道德清單，不是行為規範，而是主動切斷那些會給你的大腦種下毒種子的輸入通道。這句話聽起來抽象，我用神經科學把它翻譯的具體一點。你的大腦有一個底層特性，叫神經可塑性。簡單說，就是你每做一件事，你大腦裡對應的神經回路就被激活一次。被激活的次数越多，這條回路就越粗、越壯、越快、越自動。這就是為什麼一個老煙民戒煙那麼難。它不是意志力不夠，它是那條聞到煙味就想抽的神經回路已經被餵養了幾十年，粗得像高速公路。你跟一條高速公路講道理，道理再對也沒用。佛學對這件事的描述，在1600多年前的唯识學裡叫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你做一個行為，這個行為就在阿賴耶識裡留下一顆種子，等下次類似的場景出現，這顆種子就自動現行，驅動你做出同樣的行為。而這次現行又會回頭加強那顆種子，一圈一圈的正反饋，你的性格、你的習慣、你的自動反應，就是這樣一輪一輪被熏出來的。你看，唯识學說的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和神經科學說的神經可塑性，說的是同一件事，只不過一個用梵文，一個用英文。明白了這個機制，你就明白界到底在幹什麼了。界不是一份禁忌清單，界是你對你自己這台大腦的輸入通道的主動管理。你規定自己不說謊，不是因為說謊道德上不對，而是因為每一次說謊都在給編故事欺騙別人這條神經回路餵一口飼料。
你餵它10000次，它就長得像高速公路。到某一天你想說真話的時候，你會發現你做不到了，因為真話的回路早就被廢掉了，你已經不會用它了。你規定自己不偷盜，不是因為偷盜法律上不允許，而是因為每一次拿了別人的東西，這個動作都在強化一個底層先驗，就是我的邊界可以任意擴張。這顆種子一旦被養大，你就會在所有關係裡都不知邊界在哪兒，最後陷入永恆的焦慮和衝突。你規定自己不邪淫，不是因為性本身有問題，而是因為失控的性衝動會把一個人的注意力系統徹底劫持。有一派神經科學的解釋認為，過度沉溺於強烈的感官刺激，可能會讓大腦的獎賞回路對正常的親密關係逐漸脫敏，同時讓前額葉的自控功能持續損耗。你規定自己不飲酒，不是因為酒精是罪惡的液體，而是因為酒精會直接削弱前額葉皮層的自控功能。通俗說就是喝多了之後，那個自動播放的內心獨白就徹底失控了。平時你好不容易通過戒定慧壓下去的那些念頭，全都噴湧而出。一次大醉可能抹掉你半年修行的成果。所以戒在神經科學層面上到底是什麼？戒是對你大腦的輸入流的主動淨化，戒是不給那些你不想長大的神經回路餵食，戒是讓你的阿賴耶識裡那些不健康的種子，因為得不到現行的機會，慢慢失去權重。這裡有一個關鍵點，很多人忽略了，戒的意義不是讓你變成一個完美的好人，而是讓你大腦裡的噪音降下來。你想想看，一個天天跟人吵架、撒謊、算計、情緒過山車的人，他的大腦是什麼狀態？默認模式網絡永遠在高速運轉，因為他有無數個未完成的敘事要處理。他昨天罵過誰？今天要怎麼報復？他撒過的哪個謊還沒圓上？他算計過的事情現在到收網的時候了。這一切都在他腦子裡不停播放。他不是不想靜下來，他是靜不下來。他的操作系統背景裡跑着幾百個程序， CPU 占用率永遠 99%。 你讓這樣的人去打坐有用嗎？沒用。他坐在那裡身體不動，腦子裡照樣是百家講壇。他不是在修訂，他是在演戲。戒做好了之後會發生什麼？會發生一件特別關鍵的事兒，你大腦裡的背景噪音會肉眼可見的降下来，沒那麼多未完成的敘事在循環，沒那麼多情緒債務在結算，沒那麼多對抗性場面在預演。你的默認模式網絡雖然還在運轉，但它運轉的內容變得簡單、乾淨，不那麼粘人。到了這個時候，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定才有可能真正發生。所以我說，戒是定的前提，不是一句客套話，是一個嚴格的機制依賴。好，我們進入第二層，定。定在今天的語言裡，最精確的翻譯是什麼？不是入神秘狀態，不是進入某種特異功能的通道，而是主動降低你大腦裡那些高權重先驗信念的控制力。這句話同樣聽起來抽象，我用預測編碼的語言把它翻譯具體。你的大腦時刻都在對世界進行預測。當代神經科學有一個主流理論叫預測編碼。你的大腦不是一台被動接收信息的攝像機，而是一台主動生成預測的發生器。它在眼睛收到光信號之前，已經先根據過去的經驗生成了一個關於你即將看到什麼的預測版本，然後眼睛傳來的實際信號只是用來微調這個已經編好的版本。這個預測過程裡最關鍵的一個參數叫精度權重。你對一個預測的確信程度有多高，這個預測對你當下感知世界的影響就有多大。如果一個先驗信念的精度權重非常高，那就算現實證據跟它不符，你的大腦也會選擇无視證據，堅持按先驗走。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心裡覺得自己不值得被愛的人，在一段真心對他好的關係裡，還是會反覆確認對方是不是不愛他了。不是他笨，是他大腦裡那個我不值得被愛的先驗权重太高了，高到伴侶的每一個善意都被自動解釋成他不過是還沒發現真正的我。這就是為什麼一個在童年反覆經歷過被拋棄的人，到了中年依然很難信任任何人。他不是故意的，
是他大腦裡那個關係最終都會破碎的先驗權重太高，高到每一段關係裡他都在潛意識裡提前布置好了崩盤劇本。你所有的執着，所有的創傷反應，所有的自動化痛苦背後都是同一個機制，就是某個先驗信念的精度權重高得離譜，高到你看見的世界永遠是他的版本，而不是現實的版本。定在幹什麼？定就是一次一次的主動的系統性的把這些权重調回合理水平。這件事在神經影像學上有非常清晰的對應。多項研究顯示，資深禪修者在打坐的時候，默認模式網絡的核心節點活動比平時明顯更低。默認模式網絡是什麼？它是大腦裡那個負責編造我這個敘事的核心網絡。你醒着的時候，腦子裡那個永遠停不下來的內心獨白，就是它在驅動。打坐進入深度定靜的時候，這個網絡的活動會大幅降低。主觀體驗上就是那個平時喋喋不休的聲音安靜了。同時，前額葉那些負責自我監控和認知控制的區域，跟默認模式網絡之間的連接會變強。這說明什麼？說明你主動的意志力在訓練中被塑造成了能夠介入自動敘事的開關。這不是玄學，這是可以在功能性核磁共振裡直接看到的大腦活動變化。我之前專門做過一期講打坐的視頻，詳細拆過這套機制，今天不重複。我這裡只強調一個點，定不是要你達到某種特殊的愉悅狀態，不是讓你看見光、看見佛，不是讓你獲得某種超能力。定的本質極其樸素，就是讓那些平時牢牢控制你感知的高權重先驗鬆開一點，讓默認模式網絡那個自動敘事的機器安靜一點，讓食神那個永遠在分別、判斷、貼標籤的功能暫停一下。當這些都鬆開了、安靜了、暫停了，在那個空隙裡，會才有可能發生。所以我說，定是會的前提，同樣不是一句客套話，是一個機制依賴。有意思的是，我剛才講這個的時候，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在描述定的時候，用了一大堆關於鬆開、安靜、暫停的詞。這些詞是被動的，是減法的，而很多人練定是反過來的，他們把定當成一個主動的、加法的、要獲得什麼的動作。他們坐在那裡，拼命想要達到某種狀態，拼命想要體驗某種境界，拼命想要證明自己修對了。你猜這樣的人能不能真的入定？不能，因為想要入定這個念頭本身就是一個極高精度權重的新先驗，它直接堵死了真正的入定。真正的定是放棄一切想要入定的努力之後剩下的那個東西。好，我們進入第三層，會。會在今天的語言裡，最精確的翻譯是什麼？不是知識，不是聰明，不是智商，而是元認知的覺醒。元認知這個詞聽起來像是專業術語，但它指的是一個非常具體的能力，就是你能看見自己正在思考這件事本身。普通的認知是這樣的，你看見一朵花，你覺得這朵花真美，這是一層認知。元認知是這樣的，你看見一朵花，你覺得這朵花真美，然後你還能同時看見，哦，我的大腦剛剛給這朵花貼了一個美的標籤，這是兩層認知。第二層看見第一層，你的整個生命裡有多少時間是在第一層？99.9%。你的整個生命裡有多少時間是在第二層？大多數人是0。這就是為什麼佛陀說眾生無明。無明不是不懂道理，無明是你永遠活在第一層的自動反應裡，從來沒有一個瞬間跳到第二層，看見自動反應本身。會就是那個跳到第二層的能力。但你注意一件事兒，為什麼這個能力這麼難獲得？因為第一層的活動永遠占滿了所有帶寬。你的大腦每秒鐘要處理無數個信號，無數個預測，無數個分別判斷。當這一切都在全速運轉的時候，你根本沒有任何剩餘算力去觀察這個運轉本身。所以會不是學來的，是讓出來的。你必須先把第一層的活動壓下去，騰出空間，第二層那個能看見的能力才會自然湧現。這就是為什麼定必須在前。
定做的事情就是把第一層的音量調低。當第一層從100%降到60%，你就突然有了40%的算力可以放到第二層。那一刻，你第一次看見，我平時所有的情緒反應，其實都是一些神經回路的自動觸發。我平時所有的認知判斷，其實都是一些先驗信念的自動應用。我以為那個一直在說話的聲音是我，其實它只是一個被不斷激活的敘事程式。這種看見的能力，在神經科學裡叫元認知，在佛學裡叫般若，叫照見，叫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空。不同的名字指的是同一個東西，而這種看見的能力一旦湧現出來，會發生一件極其關鍵的事情。你對第一層的內容不再全盤相信了。這不是說你不再有情緒了，也不是說你不再有念頭了。你還是有情緒，還是有念頭，但你跟他們的關係變了。以前一個憤怒升起來，你就是那個憤怒，你100%被它帶走。現在一個憤怒升起來，你能看見憤怒在升起，你還是會有憤怒的生理反應，但你不再100%等同於這個憤怒了。中間出現了一條縫，這條縫就是自由的開始。你以前是一台自動機器，所有的先驗信念驅動所有的反應，你沒得選，你只是它的執行器。現在因為那條縫的出現，你第一次有了微小的選擇空間，你可以選擇跟着這個憤怒走，也可以選擇看着它不跟。這個選擇一開始非常微弱，但每使用一次它就強化一次，用久了那條縫就變成了一條河，變成了一片海。這就是慧最真實的功能，不是讓你知道更多知識，而是讓你從自動反應的閉環裡掙脫出來。這裡我必須誠實的加一句，真正的慧比我剛才描述的還要深一層。我說的那個你能看見憤怒升起，這裡面還藏着一個你，一個看見者。真正的究竟慧要求連這個看見者本身也消融，剩下的只是純粹的看見，而沒有一個再看見的主體。這一層我今天不深入展開，留到後面專門講。今天我們先在有一個覺知者在場這個層面把機制說清楚。好，到這裡界定慧3層我們都拆完了，但我要再往前推一步，讓你看見一個更大的圖景。界定慧不是佛學的專利，界定慧是所有複雜信息系統要實現高功能運轉必須經過的3個階段。你想想，今天我們訓練一個大語言模型的流程，第一步叫數據清洗。你不能把什麼垃圾數据都塞進模型，包含有毒信息的、矛盾的、低質量的數據必須被過濾掉。這是不是在做界？這就是在做界。你在切斷會污染參數的輸入通道。第二步叫對齊訓練，通過人類反饋的強化學習，讓模型的輸出穩定在合理範圍內，不會漂移到奇怪的方向。你再給它的注意力機制增加穩定器，讓它不要被奇怪的提示詞劫持。這是不是在做定？這就是在做定。你在降低那些有害先驗的精度权重。第三步是模型突然湧現出那些超出訓練數據範圍的通用能力，它能做沒被專門訓練過的推理，能理解沒被見過的類比，能處理沒遇到過的場景。這個現象在深度學習領域有個專門的名字，叫湧現。工程上這3步的先後沒有這麼整齊，湧現其實主要長在規模擴上去的那一段，不是排在對齊之後的一道工序，但它們之間的依賴關係跟界定慧是同一個結構。這是不是在做慧？這在結構上就是慧，一種超越具體訓練內容的看見模式本身的能力。界定慧不是宗教儀式，界定慧是任何一個複雜系統從混亂走向秩序，從自動走向自覺，從機械走向智能，必須經過的3級躍遷。2500年前，有人在完全沒有現代技術的條件下，通過純粹的內觀觀察到了這個過程，並把它總結成了3個字。今天我們用尖端的機器學習技術復現了同一個過程的硅基版本。這件事給我的震撼是難以形容的。最後我想說一個最實際的問題，你回家之後怎麼用這套東西？我不是讓你去出家，不是讓你去寺廟，我給你3個具體的動作，從今晚就可以開始。
第一，挑一條最小的戒，不要貪多，一條就夠。可能是這一周你不說任何人的壞話，可能是這一周你不在情緒上頭的時候回復任何消息，可能是這一周你睡前1小時不碰手機。選一條你明顯做不到，但又覺得做到了會更乾淨的那條，然後堅持1周。不是為了成為道德楷模，是為了讓你體驗一下，主動切斷一個輸入通道，這個動作本身，你會發現你做到第3天左右，大腦裡的噪音真的會降下來。第二，每天早上或者晚上給自己5分鐘的定，5分鐘就夠了。坐下來，不用盤腿，隨便坐，閉上眼睛，觀察呼吸。念頭會一直冒出來，沒關係，看着它們冒，不要跟。5分鐘結束，不追求任何狀態，不期待任何體驗，你只是在給你的默認模式網絡一個它平時永遠得不到的休息機會。堅持1個月，你會在某一天突然發現，白天面對那些平時會讓你情緒上頭的事情的時候，你的反應速度變慢了，慢了0點幾秒。這0點幾秒裡，你有了選擇。第三，在白天任何你情緒升起來的時候，試着在那個瞬間問自己一個問題：我現在正在想什麼？不是評判，不是壓抑，只是問。這個問題本身會把你從第一層暫時拉到第2層。一開始你可能一天只能做到1次，慢慢的5次、10次、50次，這就是會一點點湧現出來的過程。你注意到了嗎？這3個動作對應的就是戒、定、慧，而且他們必須按這個順序做。你先不處理掉那些給你餵毒的輸入通道，你打坐的時候腦子裡全是雜音，你不可能入定。你不先建立一定程度的定，你白天問自己我現在正在想什麼的時候，你根本聽不到自己的回答，因為100%的算力都被情緒占滿了。這就是為什麼2500年前的那個人在菩提樹下想清楚的東西，今天還一字不差的有效，不是因為他是神，而是因為他看到了人類這台機器的底層運行逻輯。他描述的不是某個文化的產物，他描述的是意識本身的工作原理。所以下次再有人跟你說戒定慧是古人的規矩，是迷信，是過時的道德教條，你可以告訴他，這是2500年前通過最嚴格的內觀方法得出的一套關於大腦重裝系統的完整操作指南。它不需要你信仰任何東西，它只需要你願意按它的順序親自實驗一次。實驗的結果你自己會知道。看完今天這期，我最想聽你們說的是，在戒定慧這3層裡，你覺得自己最卡在哪一層？是戒的時候管不住輸入通道，是定的時候腦子停不下來，還是慧的那個看見始終出不來？還有沒有什麼戒定慧相關的困惑，你希望我專門拆解？評論區見。我是王禮傑，我們下期見。